哎，大家好，早上好。今天我要做一个海南糕，我的招牌呀。从小和我妈妈一起卖茶果的，我的朋友他们全部都在等着我拍，但是我每天做这个糕做到很腻，不想做。但是太多人追我了，所以我还是要做啊。我先生在采椰哦，哦，掉下来了。哎，好，哎，一粒椰。哎，我跟你讲这个椰的故事哈。以前在我种这棵椰的时候，我种了很久，它都不生啊嘛，很大棵。然后每次生花，它的花一直跌掉啊。然后我又回乡下，我就跟我妈妈讲，因为我妈妈家前面也有种2棵椰，它的椰很美的，是斑斓叶的椰。你们一定没有喝过斑斓叶的椰的啦，外国人啊，马来西亚人有人喝过啦，因为它是斑斓香味的。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哦，我的椰树哦不生椰了，2棵都不生，很生气，每次要去买椰。然后我妈妈讲，你去拿那个铁钉钉它的身体。钉这边拿2个尖尖，拿2、3支铁钉钉它了，它就会痛，它就会生了的啦。它在睡觉啊。然后我听我妈妈这样讲，是咩？然后我就说跟我先生讲，哎，钉了死就死了，反正它都不生嘛。我跟我妈妈讲，我不大相信。然后我妈妈讲，她的也是这样，也是不生，她就拿2个大支的铁钉钉下去。然后我讲了很多年，它都不生嘛。我和我先生就很生气。回来我先生真的哦，他讲真的要钉，他钉了死就死了，不要留它了的啦。然后我现在真的拿那2、3支铁钉哦，钉它的下面哦，妈妈讲钉它这边，钉了它好，我跟你讲哦，马上开花结果，然后我生那个椰哦，生到多到我们吃不记啊，我跟你讲，我们每天都可以喝椰水啊，采椰啊，然后我当然是没有自己刨啦，你会自己刨的要死掉，我拿出去给那些马来档啊、马来杂货店啊刨啊，他会收我1块钱呐。如果我买1粒椰的话，大概3块半呐，刨了的。如果是说我拿给他刨呢，他只是收我1块钱哦，这样咯。但是我不采也是很可惜了，他在这边。然后有时候他这个是刚刚好的，有时候他自己跌下来呢，就是他的这个皮已经变成褐色巧克力色了。但是我还是吃不记，我有时候我就全部放在门口，因为印度人和马来人他们用很够力很夸张，他们差不多天天都要用到的。然后我就每次放在门口，我有一个朋友，印度人的朋友哦，他在前面的，他每天跑步，然后我跟他讲，我放在那边，你就给我拿回去了，然后他每天都拿回去了哦。好，这个就是如何要给那个椰生呐，但是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啊，还是巧合，但是我的感觉上是咯，因为我刺激它哦，好像一些动物植物这样嘛，它们就会要繁殖嘛，因为你刺激到它嘛，对不对？哎，真的还是假的，我也不知道哦。哦，你们看着办哦，到时候你们叮了你们家的椰树死掉，不关我的事哦。我先跟你们讲哦。OK， 来，我们去采香蕉叶。那做这个，我要做那个1抹哦，我要选香蕉叶，我不可以选这种小片的，因为1抹的叶子要比较多的，所以我要找比较大片的。这个也是在我家的后花园的叶子来的哈。所以我很方便呢，我要做的话我就有了。如果你要在外面买这样1片啊，它切出来了，大概2块到3块马币啊，1片就够了啦，大概。不过采完了这个香蕉叶，现在我们要去采斑斓叶。我也有种斑斓叶，因为普通在马来西亚的家庭一般呐，多数啦都会种斑斓叶啊、嘉梨叶的啊。马来西亚去采到处都有人种斑斓叶的啦，有空地就有人种了。就算住家一些地方比较小的，他们都会种在一个花瓶里面啊，因为要市场用。但是这个是在外面路边的，是人家种的啦，别人家种的。有时候我走过，我也是采，因为很多嘛，这边也有，对面也有。因为我家的给我采到差不多要磨大就是差不多给我采光了咯。啊，这种呢就比较香，有一种很大片的，这个比较小叶的。啊，我采到这样大概4、5支就好了。现在我先做香蕉叶啊，你拿一个碗，为什么我要剪一个圆形啊 ？OK， 大概3寸半，好不好？3寸半这样，3寸半都无所谓，你就这样撕。OK， 这样啊，然后你就拿这个盖要剪一个圆形嘛，你拿剪刀不用拿笔，你这样画一个圈 ，OK， 你就把它剪。我做半包粉大概是10多个而已啦，除非你做1包粉，1包粉有25个左右了，看你的大小啦。现在我要做的是1抹的尺寸呢，你们一定会又要问我大概要几大，所以我一定要量准确给你们啦哈。
我也是阿嘎阿嘎啊，又来阿嘎阿嘎，你们要叫我一个阿嘎阿嘎安迪哦，你看，来大概是2寸半，2寸多，2寸这样啦，啊，2寸这样，看啊，安迪这样子拉的，OK， 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很硬，等一下你包的时候会弄到不漂亮，剪掉它，这边一点点剪掉它。现在我就拿来穿烫哦，我要跟你们讲，我已经抹干净啊，不然等一下你们问我不用抹的吗？我已经洗干净、抹干净了的 ，OK。然后我拿来穿烫，为什么穿烫它呢？就等一下软比较好包 ，OK。好，这个水烧了咯，滚了咯。其实也不用很滚的啦。好了，我拿出来了啦。然后一些人会去抹干它，其实不需要，你就像我这样拿出来就放住，这样切，给它自己流干它，你就省工。OK， 来，我给你们讲哈。因为做糯米粉的皮很软很难做，它的秘诀呢就是在这边这个粘米粉，但是也有人用薯粉，可是我觉得薯粉可能会更好做更 Q 咯。但是在海南人里面呢，它是用粘米粉呐，而且如果冷了它会硬咯，会硬一点啊。我给你们知道 ，OK， 这边是20 gram 的粘米粉啊，就是精米粉，然后水呢我就放啊200啦，200。OK， 你把它搅均匀哦，记住哦。油，给你们看哦，2汤匙，啊，就煮20 gram 的粘米粉，200 ml 的水，2汤匙的油，就煮。记住我一直搅哦，不然它会粘底的哦。啊，开始了，你看，魔术这样啊，你看，变成粥这样了咯，你看变成浆糊了咯啊，一下而已了，很快的、哦、速度。好，关火了，因为它还有余热，还会有热嘛哈，我关火了。来，这个烧哦，我放下来，我只是用一半而已，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是跟你们讲说20 gram 嘛，但是我发觉到多，因为放多的话它会硬啊。OK， 烧哦，好，我就放下来，你就用这个来搓。哦，这个是糯米粉来的哈。我忘记讲，糯米粉我不要做一包，一包里面可以做20多粒啊。我只是做半包这一次，就是250 gram。我把那个粘米粉的刚才那个糊放了进去，然后呢，我没有用筷子，为什么这次我要给它均匀？我这样子捉，我把它打散它。你看我捉到的时候一定温温啊，我会叫他们这样子，这样捉，把那个粘米粉全部打开来啊，把那块手粉打开来。这个水呢是250。所以我是又来阿嘎放啊，你就慢慢放，不要一下子放多，OK， 又再加，因为我拆惯了，所以我就不量水，我自己拿捏得到，但是你们就不习惯嘛，所以变成我要量那个水的分量给你们很准哦，还是不够哦，很硬哦，你看，哦，你看哦。我就是放了那个粘米粉哦，所以很好拆的。你看我的手不粘的。如果只是单糯米粉呢，你很难拆，它会粘到你的手，很够力的，而且它会绵这样。但是呢，它一点好咯，它会好吃咯。如果是这样子，我放粘米粉呢，它会隔夜了，它就会比较硬一点。但是你可以蒸热啦。然后还有一点，以前我们也是有粘米粉，但是那个时代我妈妈，因为我们是自己磨的那个糯米粉，自己蒸了隔夜拿来磨，所以它不会硬咯。就算我们掺了粘米粉，再跟你们再讲一次，又是很啰嗦。就算硬软，你自己调，它不像蛋糕太多水，等一下哦，哇，你是说做不起？不要紧，软过头你再加糯米粉。哎呀，太硬你又再加水 ，OK 的，不粘了的哦。对，现在开始放油。啊，不多啦，这边很少啦，你就放1汤匙的油啦。我这个汤匙是蛮大 ，OK， 我就放 normal 的汤匙啊，1汤匙给你们看 ，OK， 放油下去哦，我又在搓，你看现在这个软度啊是很好啊，你看，OK， 它好像耳垂的软度啊，你那些耳垂是这样，你自己去摸摸你的耳朵，然后你就知道这个面粉的这个糯米粉的团，然后不要吹到风，盖住它，有碟就盖住碟了。我香蕉叶很多，我不是用香蕉叶了，因为我不用洗碟嘛，盖住它，不要给它吹到风 ，OK？ 好，这个弄好了，现在我们来炒椰哈。好，现在我要炒椰的部分哦。我们马来西亚买这个椰汤是很容易买得到的，我买这边呢2粒，2块半。
我用1粒，每一次我炒1粒椰的时候呢，我就用1粒啊，然后我就把它打碎，因为整粒煮的话它要久了。锅呢不用这，我直接放下去锅里面，然后我才开火，直接丢去锅里面，因为我要煮它溶解。这边是半杯的水，对，半杯的水，然后斑斓叶，斑斓叶呢，我再跟你们叫你们哦。我要笑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斑斓叶就这样子丢下去嘛，吼，不可以这样笑人家了哦。你这个斑斓叶它的根部是很香的，你这样子丢下去，它的味道很难出来的。你吼，把它搓一搓，全部搓一搓了。我没有绑戒，为什么？因为绑戒那个糖会在里面嘛，我就这样撕破它，我丢下去。OK。哎，这个又是我的另外一个生配哦，这个比较小一点的。有时候我煮少的时候，我就用这一个了。哦，还有哦，我要声明哦，因为我现在做的分量是半包嘛，但是我因为买的材料我是做1包的材料，所以这一边这个馅料啊是1包粉的馅料的，你们可以把它做成减半啦，但是你们做多也无所谓耶，放去雪柜里面不会坏的，整个星期都不会坏的。你怕你收的更久的话，你放去结冰哦，啊。但是我很快用完的。OK， 在这个海南人的一瓦和大嘎佬里面啊，其实他们做的馅料是一种而已的，就是椰、掺花生，还有芝麻，还有呢就是他们把那个姜啊剁碎碎或者是刨成丝也是可以，还有冬瓜糖，还有那个柑的皮呀、那个才是 original 的。但是很多现在的人呢不会吃的，放那个姜啊。放那个姜，他们有那个姜的味道，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味道，所以我就不做了啦。现在生意的人也不做，因为这种味道是老一辈的人才喜欢的，现在的年轻的一代他们不喜欢，他们会觉得怪怪的，在那个椰丝里面呢有姜味呀、他们不喜欢。因为通常一般的糕点里面哦，椰丝里面都是没有姜的，所以当有姜的时候他们会接受不了哦。因为我试过，他们不爱吃，所以。没有了，但是我们做生意的呢，我妈妈他们呢也是没有放姜啊，记住了，如果你们要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刨1汤匙的姜末，冬瓜糖，还有那个柑的皮啊，OK， 滚了，好了，现在我就放我的椰进来，火要小哦，1粒椰，对，但是我们只是要用到半粒罢了。但是因为椰糖有时候难买啦，你们就做焦糖也是很好吃的。我姐姐他们做生意，我妈妈他们做生意是做焦糖的，当然是自己家里做就放椰糖咯。你看很香哦，又椰糖味，又椰味，然后又那个斑斓叶的味道。然后我这个花生这边呢，个人喜欢啦，我这边是200 gram。很多人呢没有吃过这一个口感的，就是椰里面掺花生和芝麻。这一个口感呢，好吃过只是单单椰的，啊，只有海南人的糕点里面就会有这样子做咯。OK， 哦，这个不是什么来的，这个是那个椰肉的，没有烤到。但是你不要一下子放完了，我这边是200啊，我给你们看啊，这个是半杯的哈，我放1杯花生 ，OK， 但是你们要放多也是可以的啊，无所谓的。一些人喜欢花生吗？花生1杯就够了啦啊！但是我吃了，你们可以再加啦。芝麻也是你们自己喜欢啦，随意啦。嘎又来啦，我放2汤匙。好，我又在炒。哦，芝麻可以放多咯，因为芝麻很好吃嘛，对不对？哦，这个芝麻我是炒过的哈，或者你可以烘烤也可以，你要炒过香它啊。就要炒过哦，不然你芝麻你没有炒过，它没有味道的哦。好，但是OK 的，我觉得甜不甜？如果不够甜，你们可以加白糖，黄糖也可以，白糖也可以了，整够了，可以了，炒好了咯。我把那个斑斓粒全部丢掉它了咯，拿出来了咯。OK， 每一粒呢，我大概给它40 gram， 40 gram 啊，最好是40 gram 啊 ，OK。然后你的手擦油，然后你就，我的手是很快的，你看它，我会这样子拉它跑，然后我这样转拉，我的手
这个是要很熟练的人才可以的。OK， 我做一个慢的给你们看，慢动作。耶 ，OK， 你看它会有多的，我一盖的时候，它上面多的我就丢掉它。哎，太快了，我这样做了，那再慢一点点给你们看。它会有风啊，你们把它压它的风出来，它里面会有风的。OK， 好，现在我再做一个慢动作的给你们看哦。你们拿一团粉，如果你们不会像我那一个方法呢，你们就这样按了试试，你这样慢慢做，慢慢做，这样手做啊，这样按它。OK， 旁边很薄吗？你看到吗？可是中间厚吗？不要紧，你就放，按它。你不要按了你就做哦，因为你已经粘住你的手哦。等一下你放馅料的时候，你要包起来的时候，它一定粘住你的手，你就把它放过来给它，不粘了哈、哦。不粘了的时候，你就不要放这边哈、哦，你就放在你的这个手指上面，放比较上，不要像这边，因为你这边的手比较 flexible 嘛，你这个 finger，OK， 然后你就放馅料，哦。好，然后你看你的手指嘛，你就可以这样关住我咯，啊，关住我，你看啊，是刚刚好。OK， 如果你觉得哎死了，这个洞啊我补不到啊，我跟你讲，你可以做一小块薄薄的这样盖下去，破了的话 ，OK， 这边有多吗？你不是拿掉它咯，或者你这边拿掉，你这边有看到一个破洞，你就补咯。你看这个破洞，你看你把它推过来 ，OK 的。这边很丑是不是？这边很美的，你看，好，你就放一点油。你看我这样，为什么呢？我的手指，你看啊 ，OK， 然后你就把它卷圆圆 ，OK。现在我做的呢是大角佬，大角佬呢比一把麻烦一点。OK， 为什么叫一把是什么用的？在海南人里面，就好像潮州人嘛，他们生日啊、满月啊要做昂姑龟、昂驼嘛。我们呢，海南人呢，小孩子满月啊、生日啊，还有搬新家、大喜的日子啊、拜神啊，我们就是要用一把的。但是当然是我做惯了，因为我摸得到哪里薄哪里厚，哇，多么厉害哦！你看我的手感啊，可以感觉得到哪里厚哪里薄。你看这边很薄，但是我就这样补了，我怕它破嘛。你这样子放下去，你的手这样子哈，这样啊，看到吗 ？OK， 然后放镜头啊，然后这边做它，像三角咯。但是以前我妈妈做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个模啊，没有模型的，我们是这样子做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感觉上啊，我那天看到 YouTube 好像有它的模型的哦，但是那个模型我看到它是4个角 ，OK， 这样子咯，这个就是三角楼咯，海南的三角楼。三角楼呢，其实我应该上个月做给你们看的，因为很多海南人的女儿啊，他们呢在闰月的时候，每4年有一次闰月嘛，他们就要做给妈妈这个三角楼。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啦，就是孝训啦，不然你就是要买白金给妈妈嘛，对不对？但是没有咯，在闰月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三角楼给妈妈咯，或者是老人生日也是做三角楼，小孩子生日就做这个一把。这个一把我还没有做完，等一下我再做给你们看。好了 ，OK， 来，我再给你们看啊，三角楼啊，哎，放香蕉叶很难做，就放在手上哈，3个手哈，做啊，做到它下来。哇，这个你们会觉得很容易哦。以前我妈妈不喜欢做三角楼的，不知道做什么，人家跟她 order 的时候，她不喜欢的，她觉得很麻烦，很多工。但是她很喜欢做一把，因为一把我们小孩子帮忙嘛，在那边帮她包嘛，所以她只要做圆圆就可以了咯。三角楼的话，就变成我妈妈要一边做，要一边这样包，就很浪费时间。但是自己做的话，就三角楼很好做。好，刚才我做了这个大角佬哦，现在我做的这个是一把。一把的香蕉叶呢，我也给你们看过，烫过了哦，要擦一层油。这个哈，你看这个是有凹凸出来的哈，我是放在外面的，这个是内部来的，我就放在里面。好，这样子卷起来啊。卷起来的时候，这个包法有2种，我给你们一个是简单的，你们看哈，这边哈，这边这个就是它的卷起来的那个口哦。你压的时候，记住哈，你不要压到它这样啊，它会翘起来哦。所以很多人做的时候，他会包到很不漂亮，是因为他压到很多 ，OK， 不需要的。来，再来一次哈，你这样，你不需要压到底，你就在上面 ，OK， 3个手指哈，你看我的边边这2边这个顶住啊，然后这边也是这样啊，你也不要在底这边拿哦，你就大概上面这样拿
上面这样轻轻这样拿，这样，然后两边推了进来，然后放下去，呀，这个就是一波。也有人啊，这个一粒哦，你放下去你压哦，因为是香蕉叶嘛，它有香的味道嘛。但是也有人因为为了要有这个班丹叶的味道哦，你也是可以放在下面拖底啊。你蒸的时候，因为它热嘛，它也是会有一点点班丹的味道哦。但是也你喜欢啊 ，OK， 来转啊，我给你们看哈，这个哈这边呢，好推下去，3个手指哈，这个推过来，这个推过来，上面这个推过来，但是你不要这样整个在下面哦，我跟你讲，它会把它扯上来的哦，你就这样压住，下面这样，美咯，水咯，行 ，OK， 来，所以有2个包法咯，哈，来再来一次哈，因为我的手有油嘛，我就这样顺便弄一下油哦。再来一次哈，推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包法，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包法，因为熟能生巧。但是因为我从小我包的是那一个方法，你看是不是很漂亮？玫瑰，这个你可以在那个 ingredient shop 里面买的，但是我这个是很久，这个是铜的，现在他们卖的是 plastic， 但是 plastic 的话更好做，我这个铜的，所以我会沾一下油。你们也可以做这个，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要这一种的。妈妈为了要骗小孩子吃我跟你们讲，妈妈、婆婆也好，骗那些孙，他们很喜欢的。你看我这样啊，你就这样，这个更容易啊。我跟你讲啊，你的孙女啊，你的孩子啊，女儿啊，都会来帮忙你做啊。你们会很喜欢的，小孩子会很喜欢的。如果有 color 的更美，像什么？像玫瑰，对不对？就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然后这个香蕉叶太大了啦，你可以做小一点啦，不然它会占了很大的位置，就不漂亮。你就把它剪到一个比较小的这样，这个就是玫瑰咯。OK， 我今天做的是一把和大橄榄这个 extra 给你们看。改天呢我会做有木薯的啦，有金瓜的啦，那时候有 color， 你们可以做很多的玫瑰。OK， 好。现在我要拿去蒸蒸呢，你就给那个水滚滚，你放下去，然后就关中小火蒸它12分钟啊。还有大橄榄要很中小火，因为如果你蒸大火的话，它还没有熟，它已经塌下来了。这个还好这个不可以蒸过笼的，蒸过笼它会整个这样塌下来。还有你们要快拿去蒸哦，如果给风吹到它干了好，开始蒸，半包粉可以做12粒好，现在我就滚了咯，我就放下去蒸，水滚的中火就好了咯。现在我蒸了大概12分钟12、13这样了，但是我的火是蛮小的你看它的烟出没有多少，但是如果是说你中小火蒸的话，它会很美，但是时间比较久。小火好过大火不然大火它里面还没有熟，但是而且太大火它会整个塌下来那个三角楼。好，我现在开给你们看。就是这样熟了的，这样子就是蒸到刚刚好够时间OK， 然后呢，我点红给你们看那个时候我不会这样子放，因为它有蒸汽嘛，等下会弄到烧。最好你是把一边给它透气啦，你拿出来是不可能，因为太烧了。然后我给你看我点的红粉，这个是做安菇的。辣椒红的、火红的，这样一点点罢了，不需要多。然后你就这样点，为什么？因为白色很难看，所以华人我们通常都很喜欢红色嘛，好意头所以这样点但是呢，你可以做，我刚才做的是椰的馅嘛，你可以做只是花生的馅也是可以。这样你要如何分别？你就花生的，你不是点2点或者你要美的话，你就这样点3点也是很漂亮的哎呀，这样我就这样点好吃它的皮很软糯咯，看，就你咬的时候有花生、有芝麻味有椰香味你看它的皮我做到是很薄的你看，有一些这个是它的那个角来的很好吃，甜甜。就小时候以前年轻的时候跟妈妈一起做茶口卖的那个味道，但是如果喜欢吃姜味的还有冬瓜糖还有那干皮对我来讲还是现在我可以接受，年纪比较大的可以接受，因为我也吃过嘛。
如果是给年轻人的话，他们可能不能接受哦。很好吃啊，可以做啊，你可以做多一点收住，然后第二天蒸热它，然后记住哦，不要给风吹哦，风吹这样干哦，它的皮会硬的啊，很好吃啊，来你要。